大家好，我是蓝色脉动的海边18克。大家好，我是海洋博物志的作者李承禄。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讲我们的海洋公民科学的微观教材的课程。那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先请沃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潮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先请沃克分享一下，就是从它的水文或地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潮境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好的，潮境呢，它其实是位于一个基隆跟新北交界的一个海湾的部分，它主要是一个沿礁海岸的地形，它一个保育区，渔业署的保育区。然后呢，这个范围内呢有沿礁，还有一些往下延伸的一些部分的珊瑚，然后还有一些沙底的环境，所以它的这个底质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多样的，所以也因此的孕育了非常多的生物。加上呢，它外面的一些潮流会带来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样的从深海或者是外面来的那个大洋的水团，所以呢，它这个地方一直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水流在这边交换，所以也因此有潮境这个名字。好啊，那其实潮境大家也都知道说它是一个在北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潜水的地点。那可以请沃克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潮境从3月开始慢慢的潜季开始之后，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什么样特别的生物？其实潮境跟很多东北角或北海岸的那个潜点非常非常像，它是一个四季蛮分明的一个的那个潜点。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每年呢从春天一直夏天，然后秋天，它会呈现一个不同的风貌。你可以注意到说，春天的时候呢，就会当水还很冷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藻类，大型藻类在岩礁上面生长。尤其是我们可以在潮间带至潮下带看到一片绿油油的那个绿藻，大部分都是石纯组成的。所以这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喜欢吃藻类的，或者是跟藻类赖以为生的生物会出现。而随着水慢慢的越来越温暖，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生物就会慢慢的出现，然后甚至是有繁殖的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型鱼类啊，他们这时候就会在育幼，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像是一些虎斑乌贼，或者是一些海蛞蝓，它们出现到产卵或交配的一些行为。然后进入到夏天之后呢，有时候就因为春天大量温暖之后繁衍的大量的浮游生物，所以也会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食浮游生物的鱼类，像是一些像剑天竹鲷，就是大家俗称的玻璃鱼，或者是沙丁鱼，或者是乌尾冬，它们会大量的出现在潮境的那个海湾的范围。而它们的大量出现呢，有时候也会吸引更高阶的掠食者，像是一些红干啊，或者是一些那个金梭鱼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的石斑类都会跟着一起出现，所以非常的丰富。刚沃克其实有提到是说，这个海湾在某些地方其实算所谓的渔业署的一个海洋保护区。那可以请沃克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保护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台湾人或者是未来的政府应该要怎么去推动所谓的海洋保护区？讲到保育区呢，它的这个名字叫 Marine Protect Area， 我们通常会简称它 MPA。MPA 这个概念呢，大致上是我们发现到一块地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生态，或者是它是重要的鱼类的繁殖、栖息或成长的地方。我们这时候呢，就会计划把这个地方画起来，在这个地方禁止或者是有规则的开放，然后让生物可以在这边安然的生息、成长，然后所以让达到资源去增长的一个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保育区。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刚刚我们先带大家了解潮境的环境跟地形之外呢，再来我们就要进到下一个部分，来带大家去了解更多潮境的微观的生物跟栖地到底住了哪些奇怪的生物们。